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在前几天我才做过一个影片，说先锋王国已经灭亡了。没有想到在昨天我去逛韩国论坛的时候，看到这个贴文，1671日本王国宣布解散。我看了日文版跟英文版，最后句是一样的，相信上面所写的东西应该是跟英文差不多，所以我们直接看英文。大家好，这是一则很突然的公告，但是会在 KVK 14结束之后宣布1671解散。他们发现到很难维持在先锋王国。在过去的4年里，他在1671有留下很多回忆，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，都非常享受那一段时光。从一开始的韩国、日本王国跟来自不同国际的玩家战斗，直到 KVK 14结束为止，我们会在 KVK 14尽力而为。然后下面其实他有发一个链接，就是要做记录，有哪一些玩家可能要跟着他们一起移民的，比较方便他们去做记录。还有在 KVK 结束之后，他们会准备飞机票给这些玩家。我把下面的链接切掉，是为了防止某一些玩家可能要去捣乱啊，写一些假的资料，增加对方的工作量。所以不管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公告下面的那个链接都好，最好是不要去点啊。从那个 DC 公告里面，我们可以理解到几点。首先第一点，他们这一次跟1034还有2377的 KVK 将会结束之后才决定移民。但是在 KVK 途中宣布要移民呢，这个是一个大忌的，因为有不少的玩家会看到你们都打算要移民了，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玩家去拼命打 KVK， 甚至有些玩家可能会提早移民走。刚好他们目前在打着 KVK， 从军团的战力来计算的话，大概是接近400亿左右。我的初步判断是，他们有些玩家可能是已经移民了，不过大多数依然还是留在王国里面，可能要等到 KVK 结束之后才会移民。毕竟他们在 DC 都已经说了他们会提供飞机票，那我是正常玩家的话，我都会觉得说我反正打完之后有免费的飞机票，为什么不打完之后才走呢？不过我在前面有说到，在打仗期间宣布说要移民是个大忌呢，这个是有样本给大家看的，就是之前的1254，他们在打 KVK 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说要决定移民了，就变成他们后面打仗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活跃玩家出来打架。我去看了一下他们这一场 KVK 的地图，看到其他3个阵营都是已经放了要塞在关卡区那边挡着，但是唯独1671还没有放。所以我不太确定会不会影响到他们 KVK 最终的结果，有可能可以直接宣布对方胜利了呢。不过距离关卡器开放的时间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啦，那可能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这么早放那个要塞，所以就暂时不放先。但是如果他们是决定说是完全不放，完全不去守，没有人要打仗了，这样子其实对他们的盟友来说是有一点不太负责任啊。根据公告里面的用词，看起来并不是说要弃坑，而是选择要移民。老实说，大先锋管理确实是比一般的王国还要更复杂更麻烦。这个问题相信做过阿斯的人都大概了解了，但是他们是先锋王国，更加难管理。除了管理的问题，还有外交 KVK 会时常遇到一些先锋王国，像1671是属于比较老的王国了，我相信里面的农夫应该也会不少，或许会有一些虚战力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清理这么多，所以一般的先锋王国都会选择直接移民到新的区域。还有 KVK 匹配的问题，因为他们是先锋王国，所以一般来说匹配到的地图呢都是先锋王国，玩家们需要在很高压的环境下去打 KVK。 上面是我列出的几个原因啊，但是我不确定1671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选择解散，他们只是简单概括要维持在先锋王国很困难。下面是我对1671的看法，其实我跟1671打过好几场 KVK 不只是上次960那一场而已，在之前我还在1123的时候就有跟他们合作过，也是跟踪过1671好几场 KVK， 还有包括上一次的 KVK， 他们表现依然还是不错的。尤其上一季 KVK 打八方逐鹿的时候，他们是顶着了2个阵营，从关卡5撑到关卡6开放为止。虽然损失了大量的领土，但是还是维持得很好。这个就是他们上一季的表现，不管是击杀还是阵亡，除了960之外，他们是排行第2的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对1671的评价其实是很高的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宣布解散。这是1671所发出来的链接里面的调查问卷，询问他们王国内部成员之后有什么意向，会选择继续留在1671，或者是移民到其他王国，跟着阿甘联盟一起移民。但是跟着这个联盟一起移民是有要求的，必须要50亿击杀以上，或者是最糟糕的情况直接选择弃坑。如果有兴趣在1671他们 KVK 14结束之后想要管理1671的玩家，也可以跟他们联络。目前可以确定阿甘联盟应该是集体移民，他们或许是已经想到要移民到哪一个王国了。不过最后一个在1671结束 KVK 之后接手管理呢，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啦。
毕竟像邮件所说的，如果他们会提供移民令的话，也就表示说联盟积分可能会大量减少，会出现联盟积分不够用的情况。毕竟战力越高，需要用到的移民令就会越多。像1671这样子的先锋王国高战的玩家其实也不少，如果全部人都是靠联盟商店去购买的话，是肯定不够用了。虽然1671是宣布解散要移民到其他王国的，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他们就算是移民到其他王国，依然还是会在先锋里面。因为现在国际服的先锋标准真的是太低了，只要前300名的玩家战力加起来有超过200亿左右，基本上都算是先锋了。这个就看他们之后怎样处理啊。不过还有在之前我有跟大家介绍过一个击杀大佬，其实他本人就在1671，他的击杀记录是目前排行前10的玩家。那1671选择解散之后，我相信这个玩家也是肯定会移民啦。至于会移民到哪一个王国呢，其实也是一个关注点。不过我看到有些玩家推测说他比较大可能会移民到1365，毕竟他是韩国人嘛，然后1365又是先锋王国，会比较适合这种喜欢打架的玩家。而且这位玩家是真的很狂啊，他打 KVK 的时候是真的从头打到尾没有停过的。最后我有看到1671其中一个管理层有出来讲话，说到1671的事情。然后下面所说的我是根据电脑翻译，如果有翻译错误的话，会韩文的玩家可以帮我补充。主要是有提到他们王国的管理层在逐渐减少，现在剩下3个人，其中一个还有包括他自己。那各位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概念吗？一个大先锋王国只有3个人在管理，这个真的是很痛苦，会很累的。然后进入先锋的门槛变得很低，招募移民变得很难，要清理农夫也不容易，所以他打算在这一次 KVK 结束之后移民了。因为打理王国实在是太困难。那虽然这个是他管理王国可能管理的不当才出现的问题，但是一方面来讲也是官方那边要负责任。其实高战农夫的问题啊，我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跟官方反馈过，一直在想着办法要怎样去处理王国的活跃度啊，王国的管理层怎样去减轻他们的负担，但是官方都很像毫无作为那样子。像他们这种管理层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，你觉得有多少玩家会想要去做呢？肯定人数会越来越少的。还有像他所说的，现在先锋的门槛变得很低，很难招募新的移民。其实现在所推出的分线报名可以处理类似的问题，但是他们推出的时间实在是太晚了。那各位也知道，我在很早之前，大概几年前就跟大家介绍过万盟集会这个东西，以联盟制来报名 KVK， 但是就是不懂为什么官方直接取消了这个报名的方式。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方式，让玩家自己去选择要哪一个玩家去打仗，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可以止血，不需要让玩家去清理这么多的农夫，让玩家去休息，找到更适合的对手来匹配，还不至于走到现在的境界。最让我觉得敬佩的地方就是他们还做了记录，到底有匹配到哪一些对手，跟哪一些王国合作。老实说，如果我的王国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列表，我是真的很感动。每一场的胜利、失败、敌人、盟友全部都有做记录，又有一个先锋王国就此陨落。这边也是感谢1671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场精彩的 KVK， 我也是有幸在1671辉煌的时刻跟他们做过2次盟友。不管之后1671他们的去向怎样呢，希望他们可以越来越好，希望他们在移民之前最后一场 KVK 可以获得胜利，不留下任何的遗憾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